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。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，谢谢大家。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，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，可以直至不断更新影片，再感谢大家。火星探索车寻找红色星球上的生命迹象。火星是太阳系中最接近地球的行星之一，也是人类探索太空的重要目标。火星的表面条件和地质历史与地球有许多相似之处，例如有气候变化、火山活动、河流和湖泊等。因此，科学家们一直对火星上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生命感兴趣，并试图找到证据来支持或反驳这一假设。为了探测火星上的生命迹象，人类发射了多个火星探测器，其中一些是火星探索车，也就是在火星表面行驶并进行考察的无人驾驶车辆。火星探索车通过携带各种科学仪器，对火星的地形、气候、岩石、土壤、水和有机物进行测量和分析，并将数据和图像传回地球，让科学家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火星的环境和历史。目前，已经有4个火星探索车成功登陆火星，分别是美国的探路者号 Pathfinder、灵机号 Spirit 机会号 Opportunity 和好奇号 Curiosity。这些火星探索车都有自己的任务目标和特点，并在不同的火星地区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活动。以下是这些火星探索车的简介。探路者号是第一个登陆火星的火星探索车，于1997年7月4日降落在火星的阿瑞斯山谷 Ares Valles。它的任务是测试火星的表面条件和气象，并展示火星车的技术可行性。它携带了一个小型火星车小舒尼号 Sojourner， 它是第一个在火星上行驶的车辆。它可以对火星的岩石和土壤进行化学分析。探路者号的任务持续了约3个月，超出了预期的寿命。灵机号和机会号是一对双胞胎火星探索车，分别于2004年1月3日和1月24日登陆火星的不同位置，分别是格瑞斯平原 Gas of Crater 和梅里迪安高原 Morigliani Planum。他们的任务是寻找火星上曾经存在水的证据，并研究火星的地质和气候历史。他们携带了多种仪器，包括相机、光谱仪、磁力计、热探针等，可以对火星的岩石和土壤进行视觉、化学和物理分析。他们的任务原本预计持续90天，但是都远远超出了预期。灵机号在2010年失去联系，机会号在2018年失去联系。他们都在火星上行驶了数千米，发现了许多火星上曾经有水的迹象，例如河床、砾石、矿物等。好奇号是目前最大、最先进的火星探索车，于2012年8月6日登陆火星的盖尔撞击坑 Gale Crater。它的任务是寻找火星上是否有过或仍然有生命的可能性，并研究火星的地质和气候演化。它携带了最多的仪器，包括相机、雷射、光谱仪、放射性同位素发电机等，可以对火星的岩石和土壤进行详细的化学和矿物学分析，并测量火星的大气和辐射环境。它还有一个钻头，可以从火星的岩石中采集样本，并将它们储存在火星车内，未来可能被其他火星探测器带回地球。好奇号的任务仍在进行中，它已经在火星上行驶了近25公里，并登上了盖尔撞击坑中央的夏普山 Mount Sub， 发现了许多火星上曾经有过温暖和湿润环境的证据，例如有机物、粘土、硫酸盐等。除了这些已经登陆火星的火星探索车，还有一些正在计划或执行中的火星探测任务，例如中国的天问1号、美国的毅力号和欧洲的取货车等。这些火星探测器将会在不同的火星地区进行更深入的探索，并尝试将火星的样本带回地球，以便进行更精细的分析。通过这些火星探测任务，人类将会更加了解火星的奥秘，并为未来的火星探险和殖民铺平道路。火星金字塔在2001年，美国的火星奥德赛号火星轨道器拍摄了一张火星的照片，其中一个区域显示了一些类似金字塔的形状，被称为火星金字塔。这些金字塔的大小和形状各不相同，有的高达1公里，有的呈四面体或五面体的形状。有人认为这些金字塔是火星上的外星人文明的建筑，也有人认为这些金字塔是火星的自然地形，可能是由风化后火山作用形成的。火星螺旋在2012年，美国的火星侦察轨道器拍摄了一张火星的照片，其中一个区域显示了一个螺旋状的结构，被称为火星螺旋。这个螺旋的直径约为30公尺，由一条黑色的线条和一个白色的圆点组成。这个螺旋的来源和意义仍然是一个谜，有人认为这是火星上的外星人的标记，也有人认为这是火星的自然现象，可能是由尘暴或冰霜造成。这些火星上的神秘现象和结构，虽然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们与火星上的生命或外星人有关，但是它们仍然激发了人们对火星的好奇和想象，也促进了人们对火星的进一步探索和研究。也许在不久的将来，人类将能够揭开火星的奥秘，并发现火星上是否真的存在过或仍然存在着生命或外星人。火星天空的夜光源。火星大气层稀薄，火星表面极少的水在大气层变成水汽，也会形成云，
尤其是在一年中气温较低或最高温的时候。好奇号许多次观察到头顶上方有薄薄的云，但第2410火星日，他看到的是在很高的高空形成的特殊的云，叫夜光云。照片上的夜光云距火星地表有31公里。现在的火星不下雨，地表积了一层尘埃。太阳照射下，火星表面的温度升高，会形成大范围的涡旋风，大部分时间肉眼看不到。但剧烈的风旋从尘埃表面掠过时，会扬起沙尘，固体的尘埃将旋风的形态显露出来。这则视频节选自第2847火星日少2847一段4分钟的沙尘魔鬼涡旋风录像。旋风距离探测器大约1.5公里，旋风直径约5米，高度至少50米。好奇号在火星上的第2922个火星日，成功的在岩石上打了3个洞，为此自拍留念，以示庆祝。这是他最新的自拍，前2个洞以19世纪英国古生物学家玛丽·安宁 （Mary Anning） 命名。他生前在英格兰西南沿海的悬崖峭壁发现的化石，为研究地球史前海洋生物做出极大贡献。从火星岩石上3个洞里获取的物质用来做了2次湿化学实验，也就是把岩石粉末跟化学试剂混合，从中提取可能保存在岩石中的有机分子。这个地点的岩石是古老的溪流和湖泊的沉淀物形成的。好奇号对几块岩石的研究发现，潮湿的环境和有机分子的存在，说明火星在很久以前是适宜生物生存的。岩石上钻的第3个洞是为了研究这块石板角上那些很明显的深色结节。毅力号英语 Perseverance 是由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下属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制造，用于火星2020任务中的火星车。该探测器已于美国东部时间2020年7月30日上午7点50分世界协调时11:50发射，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时间2021年2月18日下午3时55分成功登陆火星，并降落在耶泽罗撞击坑。同年3月5日，毅力号在火星上完成首次行驶测试。毅力号的外观与好奇号大致上相同，携带7种科学仪器、23个摄影镜头、2个麦克风。任务计划探测耶泽罗撞击坑附近的火星表面。毅力号还携带了一台名为机智号的直升机，配合毅力号进行科学研究。2021年4月20日，毅力号成功将火星大气的二氧化碳转化成氧，这是地球以外的首次造氧。2021年9月6日，毅力号成功取得第1块火星岩石样本。命名：20名命名火星车大赛的决赛选手站在舞台上，面带微笑，手里拿着写住 NASA 的毅力号火星车的布条。在他们面前舞台上的是一辆迷你火星车。NASA 的科学任务理事会副局长 Thomas Zurbuchen 于2020年3月5日宣布火星车命名为毅力号 NASA。科学任务理事会副局长在全国 K12学生命名火星车竞赛的1000多份提案中选择了毅力这个名字。此名称由来自维吉尼亚州的7年级学生亚历山大·马瑟 Alexander Maser 提出。除了为火星车命名的荣誉之外，马瑟和他的家人还被邀请到 NASA 的甘乃迪太空中心观看火星车从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。马瑟在他的得奖感言中说：“好奇心、洞察力、精神、机会。若仔细思考，我们会发现这些火星探测器的名字都是我们人类拥有的本质。我们总是充满好奇心，并寻找机会。我们有探索月球、火星和其他地方的精神和洞察力。但是，如果火星车要拥有我们的特质，我们忘了最重要的事情——毅力。作为人类，我们进化为可以适应任何严酷情况的生物。我们是探索者，而在去火星的路上会遇到很多挫折。然而，我们可以坚持不懈。我们不只是作为一个国家，而是作为人类，将会永不放弃，凭助毅力坚持到未来。把你的名字送到火星，安放在毅力号上的名字名牌。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 NASA 发起的把你的名字送到火星页面存档备份存于网际网络档案馆活动，邀请全世界的人提交他们的名字，用来乘坐将来飞往火星的探测器。在毅力号上，大约有1093295人提交了姓名，并通过光刻将名字刻在3个支架大小的硅晶片上，其中包括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在命名竞赛中进入决赛的155个名字。该板块已于2020年3月16日安装在火星车上，向医护人员致敬。毅力号是在新型冠状病毒期间发射的，这场2020年3月爆发的疾病对任务产生了影响。为了表达对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提供帮助的医护人员的感激之情，科研人员在毅力号上放置了一块83公分、5.1英寸、3.1英寸的牌子，上面刻有象征医疗的阿斯克勒庇尔斯之杖。专案经理马特·华莱士说，他希望前往火星的下一代能够感激2020年的医疗工作者。总结：火星探索车是人类探索太空的重要工具，他们在火星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，为我们揭示了火星的过去和现在，并为我们展示了火星的未来。火星探索车不仅是科学家们的眼睛和手，也是人类的梦想和希望。
它们让我们能够在遥远的红色星球上感受到探索，是一个充满神秘和魅力的星球。它吸引了人类的目光和探索。通过各种火星探测任务，人类已经获得了许多关于火星的知识和资讯，但是也发现了许多关于火星的谜团和疑问。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，火星上是否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生命或外星人，以及火星上的一些神秘现象和结构是否与之有关。这些问题仍然等待着人类的回答，也激励住人类的探索和发现。火星探索是人类探索太空的重要一环，也是人类寻找自身起源和意义的重要途径。希望在未来，人类能够揭开火星的秘密，并与火星上的生命或外星人建立联系。请大家留言告诉我和你的想法。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小铃铛，谢谢。希望你会喜欢这篇文章。